大家好，我是瘦猴，今天准备去买车。去之前呢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辆5万多块钱买的4驱硬派越野战车，这也是最便宜的硬派越野车了。这辆车我开了有半年啊，当时5万6千块钱买的，后面又给它3000多块钱加了一个绞盘，后面又1000多买了个保险，基本上在我手里花费了6万出头的价格，现在已经预定出去了。前2天去车管所给这辆车审车，才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成功的把这个保险杠已经给备案上了，就是我的驾驶本上的保险杠，就是这个保险杠。现在原来它的保险杠是很丑的那种，也不是这种硬派越野风格。现在行驶证上的照片是这样子的，看一下，还是很帅气的。里面含了一个绞盘，是新装的蜘蛛牌，然后一次也没有用过，好可惜。里面这辆车我改的是比较多的，但是改装的费用也没有花钱，所以说卖的话也不能给人家算钱嘛。摆成了一个床车。现在坐我朋友的车，我们去商丘市里面的车城去买车。昨天看了一辆奇瑞瑞虎8 Pro， 是14万多，而且是4驱的 SUV， 而且后排空间可以变成床车，空间很大的那种。就感觉非常合适吧，而且奇瑞在俄罗斯的销量是比较好的，有利于我后期自驾俄罗斯，在路上遇见一些状况，发了一个视频，然后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结果大家也是几乎没有我反对我买奇瑞的，所以说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如果价格能再优惠一点，我就直接去4S店把那辆车给定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车城，不过今天是周6，想了一下，如果今天订车的话，明天也上不了牌照，后天周1才可以上牌照，所以说准备明天再订啊，后天再去上牌照这样子。看到很多朋友也在给我推荐坦克300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坦克的一个专营店吧，去看一看坦克300和坦克500。坦克500也是今年非常火的一款越野车。在路上经常见的就是坦克300啊，但是我还没有见过坦克500是什么样子。这边全都是坦克，也算是一款比较平民化的硬派越野了。坦克300是20多万的价格，这边有一辆坦克500，坦克500是30多万的价格。不过这辆车是真的大，而且内部空间就是比较豪华的那种。身高不高，站在坦克500面前，最适合彰显这辆车的大了。这2辆车。你好，你好，可以看一下这车里面吗？这锁了呀。坦克500，那这没有样车吗？样车在展厅。在展厅可以去看。这边是哪个？啊，这是自己多媒体、自媒体、对，抖音。意向买车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好。这个是啥牌啊？你这个 WEV。魏派。魏派。对。这里一辆300，去看一下这辆车。3把越野利器，在路上经常见这辆车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坐进去看过。一个特别大的踏板，这个视野也很高，就是坐在上面可以把前面这个视野很高。出风口这种设计也特别有科技感，前面一个连体的大屏2个，这边出风口一些按键。这个把手显得有一点机械风，特别好。这个天窗是比较小的，后排是没有覆盖天窗，只有主驾驶这里一小块天窗。这也是一个完全纯平的状态，这个是往前翻，然后往下翻，这样子。看一下这辆车有多长啊！哎，别给别人弄脏了。脚放在这里应该是刚合适的，然后上面就不行了，上面整个上半身在后面看一下，把脚顶在前面座椅，这个上半身就这样了。这个300还是空间很小，那么小的空间就不适合身高太高的，而且就不适合长期住在车里，太小了就伸不直，你可能要斜着这样才能睡觉。300的越野性很好，毕竟才20多万的价格能买一个硬派越野。不过它这个油耗据说也是很高，油耗具体我也不清楚啊，据说也是很高。
一般如果拿它做来代步车的话，还是比较奢侈的。一个硬核底盘，9种越野模式，还有一个沉浸式科技座舱。来看一下这辆坦克500，外观有点商务风啊，比刚才坦克300看起来更豪华一点。前面主副驾驶一个大的方屏，然后前面一个显示的小屏，坐垫包覆感觉就很不一样了。也是侧开门，这个宣传册强大即正义，坦克500可以说也是国产车的骄傲了。看一下500的内饰，这有一个像手表一样的指针钟表，这里应该是往前推的。座椅调节3个按钮，应该是10项调节。看它这2个后排是相当奢华了，像一个那种航空座椅一样2个。这个坐起来就很舒服了，直接就躺在后面了。这边也是有储物箱，前面放水杯，一个显示屏，自带遮阳帘。只是来简单的看一下这辆车啊，并不可能拿去测试越野。满足一下自己对这辆车感兴趣的好奇心吧。坦克500，这个是个上面是个顶部的超大的天窗，直接到前面了。这个就比较厉害了，220伏400瓦，一个220伏的插口，这个就比较厉害了，400瓦，但不知道它储电量是有几度电。这样就是最拼的状态，对，就是不能拿掉什么怎么样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所以这个车不适合改创车是吗？不适合。也是有少量限车，直接就可以提走。对，好，那挺好的。好的，谢谢。行。简单的问了一下，大家给我推荐的坦克300、坦克500，在我这里都是不合适的。首先，坦克300的空间小，我自己睡的话，后面要露出一大截儿。坦克500的话是里面不能铺平，不能改装床车，所以这2辆车抛开价格的话，我也是不能去购买的。确实好看500，但是500不适合改床车。现在我们出来了，坦克300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它内部空间。之前是因为价格让我没有考虑买坦克300，但现在的话，它的空间也太小了，也让我不适合买它。还有就是坦克500，因为我是经常长期在路上去旅行的那种，肯定要去把它改装成床车的。但是坦克500的话，它就不适合改装床车，适合那些越野的高端玩家，买一个舒适性和越野性都兼顾的，才考虑坦克500。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不要再推荐了。胖以前听过这个车型没？没有。没有。胖卖车也好多年了，没有听过这车型。一般喜欢玩的才会去考虑知道这种车型。虽然它卖的特别火，但是在城市或者家里面作为一个代步的话，还不会考虑它的，毕竟耗油量也比较大。最后走的时候我又问了一嘴，就是现在订坦克300的话是有少量型号的现车。也不像前几个月那种还要加钱才能购买，就是不加钱，但是也没有任何的优惠，没有任何的折扣，就是指导价格购车。今天的话是周六，我想明天周日再去看那辆瑞虎8 Pro 4驱的。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先回去了。